为了保护偷我书画献宝圣上的庶妹不被揭穿，竹马把我骗到他家柴房关了3天3夜。皇上寿宴结束后，他赶回来亲自为我松绑。你庶妹自小没了娘，于情于理你都该照顾好她。一幅画而已，你非要跟她计较些什么？你不愿让，那我这个准姐夫就帮你让。被困期间差点被采花贼侮辱的我，哀极返校。踉跄回府后，我主动找到父亲，孩儿想通了，愿嫁去给残疾太子冲喜。那你最喜欢的姜育恒怎么办？不要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与太子的大婚定在了1个月后，备嫁时间紧，却是难得的好日子。距离被姜育恒关在柴房已经过了大半个月，期间我一直在府中休养，听到的都是姜育恒今日又为庶妹林茵茵出了头，明日又为林茵茵掷了千金，他一点都没有想起过我。大约也不在乎，在那暗无天日的3天里，我差点被胆大包天的采花贼欺负了去。若不是我挣扎着抱着必死的心撞在柱子上，动静引来外头巡逻的仆从，只怕我早已失去清白。可偏偏姜育恒满心满眼的还是只有林茵茵。他为我亲自解绑时，眼神一掠而过我额上的伤口，闪过心虚，但是嘴上却仍旧吐出让人厌恶的话。茵茵自小没了娘，你作为姐姐，于情于理都该照顾好她。一幅画而已，你非要跟她计较些什么？你不愿让，那我这个准姐夫就帮你让。看着他自以为是的嘴脸，我笑出了声。姜育恒问我笑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在笑自己傻吧。我与姜育恒自幼青梅竹马长大，两家又是住得近。他又是个爱玩的，总是趴在墙头唤我的名字，青青青青。他叫得可亲近了，周围的大人都笑他。他毫不在意地宣示主权。等我长大后，青青是要给我做媳妇的。至此，所有人都知道姜家小二爷从小给自己找了个媳妇。我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他走哪我跟到哪儿。姜育恒喜欢逗弄我，不是扯我的小辫子，便是偷吃我的甜点。看到我双眼含泪，又立马还回来，将我哄好。因为我性子文静，不爱说话，话多的小子嘲笑我是哑巴。当时比对方矮了个头的小二爷立马冲上去给了人2拳，后来被罚跪在祠堂，脸上的伤青青紫紫，还要咧着嘴呲着大牙朝我笑。我鼻子酸酸的，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。姜育恒伸手将我泪水一抹，让我别哭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保护你，只有我能欺负你。那时我只以为这是他将我护在身下的密语，不料后面一语成谶，确实只有他欺负我。还记得那年大雪寒冬，一家人上山祈福，我被林茵茵推到猎户部的陷阱里，冻了好些个时辰。等姜育恒将我找到时，我整个人狼狈极了，头发上都结了霜，脸上都没有血色。看到窝在姜育恒怀里，披着我送给姜育恒的大氅，愧疚的掉眼泪的林茵茵。那是我第一次和人生气，上前就给了林茵茵一巴掌，却不想下一秒就被姜育恒推倒在地。青青，你太过分了，茵茵为了找你弄得满身是血，你怎么能打她？我看着林茵茵火红绒毛下遮掩的笑脸，头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无力。我解释了很多次是林茵茵推的我，但是都无济于事。直到最后撑不下去晕倒，再次醒来，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姜育恒的道歉。我笑意还没扬起，便听他说，我知道茵茵是你的庶妹，你不喜欢她，但是茵茵天性善良，是不会伤害你的。他说了一大堆，分明才认识林茵茵，却维护到了骨子里，就像是对待第2个我一样。说到最后，他也不过是为了让我去为林茵茵求情罢了。父亲疼我，阿娘更疼我。听了我身边贴身丫鬟的话后，二话不说罚了林茵茵跪祠堂。姜育恒在我拒绝后，脸色立马就变了，转身离去。夜里我听丫鬟说，他去陪林茵茵了。他给对方准备了被子、甜点、饭食，夜里还执意睡在外面陪对方。爹娘怎么敢让姜家小二爷睡在祠堂外面，最后只能将人放了。自那以后，我和姜育恒身边便多了个人。姜育恒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收拾桌上的首饰。要成婚的姑娘，嫁衣都是自己绣的。我早就开始绣了，现在却不想要了，
宫中绣娘做的，肯定比我绣的更好。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没规矩，门也不敲便进了门。可我明明听说，每次他去见林茵茵时都会规矩极了。原来是我不配啊！他一来便自顾自捡起我一旁的金簪，那是宫里送来的，极为少见的款式。丫鬟玉萍正准备阻止，被我叫住了。这簪子真好看，青青，你给我吧，反正你也不喜欢这一类。小二爷来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我轻声发问，将不要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拿。江玉恒没有发现我拿出去的都是他送的东西。他向来对我不够细心，看不到我脸上的伤痕，看不到我扭伤的脚，看不到我恐惧的颤抖。他只能看到林茵茵手上的小伤口，发髻上的新簪子，衣裳上的粉珍珠。我说完，江玉恒想起自己的来意，颇有些不好意思，看我时眼里带了些愧疚。青青，我才知道采花贼的事。看我脸色变了，他立马道：不过你放心，消息我已经封锁住了，不会污了你的名声的。人我也处理了。呵，那真是多谢小二爷了。若不是他，我怎么会遭遇这个？江玉恒可能也听出来了，犹犹豫豫，最后说他已经被他爹罚过了，让我不要迁怒林茵茵。茵茵哭得很伤心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一个庶女，出头的机会本来就少，所以他就替林茵茵遮掩，把我准备了1年的画作当作礼物，偷偷送给了陛下，还为了防止我告密，将我骗到柴房关起来，硬生生等到陛下生辰宴结束，才将我放出来。可凭什么呢？林茵茵是庶女，我就要给她当垫脚石吗？她凭什么？江玉恒又凭什么？我不再想，左右我马上就要嫁给太子了，这些烦心事已经和我无关了。但是江玉恒不懂我的厌倦，也不懂我的放手，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起林茵茵。最开始他就是这样的，我和江玉恒之间一直是他说话，我回应，都是些有趣的小故事，直到某一天，故事里多了个林茵茵。他对林茵茵比对我了解得多，知道对方喜欢城东的桂花糕，不吃柿子不吃鸡蛋，知道他喜欢粉色，喜欢金簪，可他总是记不清我。当初他将桂花糕捧在我面前，让我原谅他没有前来赴约。我看着那印着城东铺子的油纸，忍住泪将糕点往嘴里塞。当天夜里，府医来了一趟又一趟。事后江玉恒跟我说对不起，又责备我为何不跟他说。可我明明记得，小时候他将桂花洒到我头上，笑得开怀，见到我倒下时，脸色尽失。茵茵已经到年纪了，我打算娶她。江玉恒拿着金簪，冷不丁地开口。我扫了一眼，他还没有认出那是宫里的款式。你放心，我仍会娶你的。茵茵自愿为侧室，你不用担心她会抢了你的位置。我作为她的姐夫，照顾不了她太多，还是做丈夫更容易些。江玉恒说的冠冕堂皇，我却直犯恶心，一下将他手中的簪子夺了过来，喊人送客。青青，你又生气了？我都说了，我真的只把茵茵当作妹妹。我是她的姐夫，你照顾不好她，我当然要帮你照顾好。让她入府，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她而已。她向来粗心，照顾不好自己。你也不用担心她会威胁到你的地位，你在我这儿永远是第一。我笑了一下，小二爷误会了，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意见。江玉恒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看着我叹了口气。青青，你好像对我生分了。我不住冷笑，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从前我们还小不懂事，现在还需注意些。江玉恒有些哑口无言，见我准备将那金簪放到盒子里，连忙开口。我见茵茵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嫁妆，这个正好合适，你作为姐姐的，应该得送些什么吧？倒是真会选。这个不行，这些都可以。我指了指桌上被单独拿出来的。江玉恒只草草扫了一眼，皱起了眉。那些都配不上他。说完，想起什么看向我，又连忙解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茵茵要成婚，还是得看起来庄重些的饰品才是。我看着桌上那些素净的、平平无奇的簪子，有些是江玉恒亲手做的，有些是我们一起买的。确实不庄重。玉萍，将这些都扔了吧。簪子已不是我的，小二爷不用白费心思，请吧。江玉恒还想说什么，
却被拿着东西的玉萍往外请。他脸上挂不住，只能走了。人刚走，林茵茵就来了。江哥哥，看我绣的盖头。人未至，声先到。林茵茵从门外进来，没看到人，撇了下嘴，也没多在意。她看着我，笑得开心极了。姐姐，你的眼光可真好。姐夫对我真好，我不过是在他面前哭了一下，他就打算娶我进门呢。虽然他说我只能做测试，但是只要你没嫁过去，我成为江家主母是早晚的事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将最后的东西收拾好，转头看向他。林茵茵脸上一直挂着笑，突然举起盖头让我看。姐姐，你还记得吗？这块布料是不是很熟悉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那是姜玉恒当初给我做手帕时从家里偷出来的小块料子。他说那是给江家喜准备的。虽然知道他不喜欢我，但是心中还是酸涩，明明是他先招惹我的。对了，还有你的嫁衣，反正你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了，姐夫说了，让你把它先给我用。林茵茵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却让我如鲠在喉。嫁衣我从及笄起就开始绣了，每一针每一线都写满了少女的心事。姜玉恒当初看到我手上的针眼，心疼的不行，让我别绣了。我说亲手绣的嫁衣，感情才会长久。他便没再说话，只是后面会默默为我准备伤药，还有我喜欢的吃食。那时他还说林茵茵是妹妹。我转身找出了那嫁衣，我把它保存得很好，只差最后几针便做完了。在林茵茵得意地准备接过时，我顺手拿起一旁的剪刀，直接剪成了2半。祝你们白头偕老，但除非是我不要的，旁人休想染指。看着林茵茵不可置信的表情，我笑了。这些年她要过我无数东西，什么金贵的不金贵的，她要不到的便让姜玉恒来要。她不是喜欢，就是什么都想跟我抢罢了。没过2天，姜玉恒的帖子便递到了我手里。帖子上写着娶林氏女茵茵为平妻，婚期日子定得很好，与我是同一天。姜玉恒想来跟我解释，但是被我拒之门外。后来他人告诉我，是因为林茵茵做测试这事被人笑话了，所以他才娶林茵茵为平妻。等我过去，我依旧是正妻，林茵茵越不过我。这事我早就知道了。小二爷不守规矩，无法无天，他父母只能找到我面前。他们说小二爷为了替林茵茵出头，打断了世子的腿，还执意娶林茵茵为妻，让我劝劝。我委婉地拒绝了。家里面不同意，小二爷索性自己准备了帖子，来了个先斩后奏，挨家挨户的送贴。这下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小二爷放着小青梅不要，要娶人家妹妹了。外面说闲话的人不少，有说我因为貌若无颜才被嫌弃的。后来又有人说林茵茵庶女身份不配，这下可惹恼了小二爷，派人将说闲话的好一通打。明眼人都知道小二爷这是上心了，偏偏只有他自己还狡辩，说这只是身为姐夫照顾妹妹罢了。小二爷又一次找上门，是爬了墙头硬生生闯进来的。来到我的院子，他二话不说便将我扯出了闺房。周围的下人都在阻止，偏偏他好像铁了心，来一个打一个。动静闹得很大，周围围了很多人。直到来到林茵茵的房门口，姜玉恒一把将我推倒在地。今天你要是不能让茵茵出来，你就一直跪在这儿给她道歉。他放下狠话，玉萍打算将我扶起来，就被他一脚踹开了。周围的下人不敢招惹他，只能去找我爹娘。林青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竟然派人羞辱茵茵。是，我是先娶了她，那又如何？你得到的已经够多了。茵茵从小就活在你的压迫之下，我心疼她有什么错？我想要爬起来，姜玉恒死死压住我的肩膀。他凑近我，眼神中都带着狠意。你听到了吗？里面茵茵的哭声。她那么胆小的一个姑娘，却差点被人羞辱，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她的清白就没了。你明知道女子清白的重要性，却还要这么对她，你就不配做她的姐姐。我都被气笑了，眼里泪水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姜玉恒，你真好笑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便将所有的罪揽在我身上，你可真是林茵茵的一条好狗。我确实不是她姐姐，那是因为她不配。不过区区一个庶女，
她哪来的资格当我妹妹？话音落，我的脸上一疼，眼泪模糊了双眼，朦胧间，我看到姜玉恒高高抬起的手，还有冷漠的双眼。林青，是我看错了你。姜玉恒咬着牙，看我的眼神实在陌生。今日若是茵茵有什么好歹，我一定会让你偿命。我看谁敢！爹的声音由远及近，他上前来，将我扶起，狠狠瞪了姜玉恒一眼。小二爷，虽我林家比不上你们姜家，但我林家嫡女也不是任由你欺负的。你和林茵茵的亲事如何，我不会管，但是今日之事，我会让姜大人给我一个交代。姜玉恒清醒过来，大约知道自己做的不太妥当，有些愧疚地看着我，嗫嚅着唇，似乎是想要道歉。恰在这时，门终于开了，林茵茵红着眼走出来，一下就跪在了我面前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因为我，姐姐，你不要怪姐夫，你求求爹爹，饶了姐夫这一回吧。姐夫若是回去，肯定又要被罚了。他心疼地看向姜玉恒，两人对视在一起，温柔缱绻。明眼人都看出两人的猫腻，偏生一口一个姐夫，实在刺耳。住嘴，无媒无聘的事，什么姐夫？你这逆女自己不知检点，容貌门楣也就罢了，却不要污了青青的名声。我爹一吼，林茵茵眼泪顿时流了出来。青青不日便要嫁给太子，你最好安分些。前些日子东宫已然差人来过了礼，就差迎娶了。若是这时出了差错，才真是叫人看了笑话。我爹这话一出，姜玉恒惊讶失声。怎么可能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他看向我，颇有些觉得我自暴自弃的意味。青青，我说过我会娶你的，你何至于串通林伯父说出这谎话来吓我？也是，若不是说嫁个残废我会相信，其他我都会怀疑。毕竟你的清白早就没了，除了我没人会娶你。周围的人大惊。我看着姜玉恒的嘴脸，再也忍不住，狠狠甩手给了他一巴掌。青青，他有些震惊地捂着脸，难言地看着我。从小到大，他剪断我的头发，撕了我的课业，故意放虫子吓我，将我的心爱之物当面送给林茵茵。种种事情，我从未和他红过脸，就连上次偷画一事，我也不曾动过手。姜玉恒，你烂透了！我再也忍不住眼泪，转身跑了。身后是爹爹暴怒的声音：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混小子赶出去！还有这个不孝女，一并逐出府去，以后我林家没这个女儿。当天下午，姜小二爷和庶妹被赶出家门，以及我失了清白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。只不过没多久，流言便消弭了，只因有了更大的流言，却是林家二小姐雇人侮辱自己的事被传得满天飞。据说是那几个人喝醉了酒，嘴上没把住门，说是千金小姐不甘寂寞，花钱邀他们共度春宵，名字身份都对上了，还有那装着银钱的荷包，直接罪证确凿。姜家可不会要这样的儿媳。姜玉恒本来也生气，但是林茵茵几句我从小没有娘，没人教她，我只是太缺爱了，再加上通红的眼和几滴泪，姜玉恒便又心软原谅了。最后他还是决定以正妻之礼纳林茵茵为妾。我知道这流言背后肯定有人帮忙，却不想那人竟然是传说中的太子殿下。当今太子一直是传言中的人物，鲜少有人见过他。虽然腿有残疾，却仍稳坐太子之位，可见陛下圣宠。他来的低调，只带了一个人。爹爹想要亲自接待，但他摆摆手，说想和我说几句话。林小姐，不如带我参观一下贵府。顾叶晨开口。他坐着轮椅，身后的仆从一听，便走远了。我看着他，咬咬牙，还是上前接过了仆从的地方。比我想象中容易，甚至我根本不需要使力。两人沉默良久，我才开口：多谢殿下帮忙，让殿下看笑话了。顾叶晨笑了笑，一个偷画的小贼，一个无脑包庇的蠢货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为我的未婚妻报仇，也是我该做的。我有些红了脸，也有点意外，他居然知道那画是我的。对了，你看到那金簪了吗？他突然开口。我一愣，点了点头，意识到他没看到，刚要开口。那是我亲自画的图。我想到不甚在意的金簪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多谢殿下。对方轻笑了一声，似乎嘀咕了一句什么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顾叶晨说的是，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可爱。我大婚那天，顾叶晨是骑着马来接亲的。我将团扇下一看了他一眼，他坐在高头大马上，倒是真像一个战功赫赫的大将军。这些日子往林府送来的东西不少，无一例外都是我喜欢的。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当代大儒亲手做的画，听说是他亲自上门拜访为我求来的。顾叶晨似乎对我很了解，知道我的爱好，了解我的喜怒哀乐。鞭炮声响，轿子起，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我嫁人了。江家和林府离得不远不近，正好两相背驰。林茵茵是从小门出嫁的，为此在家里哭闹了许多次，还不惜找来了姜玉衡求情。可姜玉衡哪里来的脸？他当着我爹的面这样对我，能够让林茵茵嫁给他，都是我爹觉得祸害得住一家。两个队伍迎面而过，姜玉衡朝我的轿子看了一眼，只一眼，接亲的队伍没走多久，便被人拦下。青青，青青，是不是你？姜玉衡还穿着新郎官的红衣，却格外失态地站在外面大吼大叫。他冲到我面前，二话不说想要掀开轿帘，还好被顾叶晨身边的侍卫及时拦住。姜小二爷，若是耽误了殿下的大好时辰，你可担待不起。姜玉衡这才想起这是太子娶亲，他死死地盯着我的轿子。林青，你出来见见我啊，你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？你忘了吗？你说只喜欢我，想给我做新娘，以前的事你都忘了吗？他的声音吸引来了不少人。顾叶晨走到我轿子旁，轻声问我，青儿，你想不想见他？自从知道姜玉衡叫我青青后，为了拉近我们的距离，顾叶晨说要唤我青儿。我说不见，不只是因为出去丢人现眼，更因为没什么好见的。似乎是顾叶晨轻笑一声，再听到外面就成了林茵茵和姜玉衡的争吵。今天你要娶的人是我啊，姜哥哥。姜哥哥，你不是说要照顾我吗？林青已经嫁人了，你不要再想着她了。闭嘴！随着姜玉衡的怒吼，还有清脆的一巴掌，喇叭声再起，一路畅通无阻。我和顾叶晨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顾叶晨和我进了宫，皇后娘娘将我拉到身边，笑眯眯地将一个白玉手镯套在我手腕上。晨儿说，你喜欢素净些的，这个正衬你。我道了谢，皇后看向了皇上，收了人家的话，陛下不给点赏赐？皇上颇有些尴尬，刮了刮鼻尖，满是不好意思。实在是和我印象中威严的陛下不同，就让晨儿带青青去司库吧，想要什么尽管拿。皇后调笑道，这可真是少见呐，青青喜欢什么不要客气。之前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晨儿这孩子说交给你自己处置。我有些惊讶地抬起头，下意识看到了站在一边安静的顾叶晨，他朝我笑了笑。直到回去的路上，我才知道，顾叶晨偶然一次进宫看到那画，便认出来是我画的，问了一嘴名字对不上，便告诉了皇上。我有些奇怪他是如何看出来的，但直到我回门那天，我也没有问出来。林茵茵比我回去的早，我到的时候，她正站在马车前，泪眼婆娑。夫君，你就这么想让我丢脸吗？我不是故意冤枉三妹妹的，我是真不知道那是她捡到的。林茵茵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原来你一直都是个骗子。两人争执着，我听明白了，原来是林茵茵在府里丢了东西，却看到在不喜欢她的江三小姐手里，于是跟姜玉衡哭诉，却不想那真是人家捡的。看到我，两人的争执才停了下来。青青，姜玉衡满脸高兴，看到我的夫人簪，却一下黯然下去。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？宁愿背弃我们的诺言，也不愿意等等我。他看我倒像看一个负心人一样。我已经记起来了，上次那些簪子都是我送给你的。如果我当时记起来，你是不是就不会为了气我，嫁给一个残疾？姜小二爷甚言。我看了姜玉衡一眼，欺君之罪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我一直在等，我在等他为那次的事情道歉，但是一直没有。我说错了吗？你看，他如今连陪你回门都办不到，你如何能和他过一生？他会在你被欺负时为你出头吗？他会在你摔下树时去接你吗？
他会冒着风雪在山里找了你好几个时辰吗？他连自己走路都办不到，他又怎么保护你？我有些愣住，姜玉恒却以为我被他说中，缓和了一下神色。青青，和他和离吧，我娶你。我笑出了声。姜玉恒，你真可笑，你凭什么以为我还会嫁给你？姜玉恒脸色一变，我继续说道，就凭你知道我遇到过采花贼，就凭你说的会保护我？我嗤笑一声。可是姜玉恒，没有你，我根本不会遭遇这些。我的危险都是你带来的，从来就只有你一个人欺负我。我的话让姜玉恒有些愣住，他像是不懂事的孩子一样。青青，我没有。当年我之所以会从树上掉下来，是你骗我上去的，还把我梯子搬走了。雪山那次，我被林茵茵推下去，动了好几个时辰，那是因为你把我送你的贴身玉佩给了他。至于为我出头，如果不是你在他们面前说我的坏话，我堂堂尚书府嫡女，他们哪来的胆子欺负我？我说一句，姜玉恒的脸色便白一下，直到最后，他整个人像是失了神气。青青，我对不起你。姜玉恒，太晚了。当初你把我骗到柴房关了3天3夜的时候，是想着我会怕黑，还是林茵茵偷画的事会被发现？你捂住了我的嘴又怎么样呢？你把我给你的东西给林茵茵又怎么样呢？反正你觉得我最后都会嫁给你的，不是吗？你就是这么想的。姜玉恒，你让我恶心。我说完，转身进了府。身后姜玉恒想要追上我，又被林茵茵拦住，两人又开始争吵。林茵茵的哭闹声混合着姜玉恒的怒吼，哪里还有点世家公子和小姐的样子？爹娘见我一个人回来，想到什么，没敢多问，倒是跟在我身边的侍卫上前解释，她是顾叶辰的心腹。顾叶辰前些日子正在治腿，正巧碰上大婚，本想着用公鸡代替拜堂，但对方说什么也不答应，所以勉强支撑了那一天，之后再也没能离开太医署。我去见过他一次，房间里浓重的药味压抑的人喘不过气来。我走的时候刻意多待了一会儿，便能听到顾叶辰痛苦的嘶吼声。太医院的人说，太子很久之前一直住在寺庙里，拒绝接受诊治，直到某天他突然去信给了皇上，说想要站起来。皇上大喜，让太医院的人早早备药，这一治便是许多年。好不容易回到府上，我去了自己的院子，因为有人打扫，和我走的时候一般无二。我还能看见门上的划痕，那上面记录着我和姜玉恒的每一次成长。可是后来我在林茵茵的房间也看到了，不知不觉走到树下时，我才看到姜玉恒正站在那里。青青，你果然会来这里。他有些惊喜，冲上来跟我解释，一切都是误会，是我的错。青青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他说林茵茵刚刚和他争吵时说漏了嘴，原来当初林茵茵告诉姜玉恒，他娘是因为我才死的。后来他又一次次看到林茵茵受伤的样子，觉得我变了，所以才起了照顾林茵茵的心思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会放弃你。姜玉恒深情地看着我，青青，不论你是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娶你的。可我不稀罕，而且小二爷请自重，我现在已经是太子妃，有些话被人听到不好。青青，你真要如此绝情吗？姜玉恒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看着我，我叹了口气。姜玉恒，难道真要我和你撕破脸吗？你为什么执意娶我？原因你自己应该清楚。姜玉恒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我刚准备转身就走，眼前却陡然一黑。等我再次醒来，还是当初的柴房，只是现在里面已经点好了灯。姜玉恒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的手被绑着，挣脱不开。姜玉恒看了我一眼，低着声音道，你挣脱不开的，我包了布，不会疼的，灯我也点上了，青青，我可以做得很好的。我有些摸不清头脑，只觉得姜玉恒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你是怎么把我从林府带出来的？姜玉恒没有说话，但我却突然想起还有个林茵茵，她居然愿意帮你。姜玉恒怔然了一下，下一秒满不在乎。可我不喜欢她，一点都不喜欢她。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假惺惺的样子，每次看见她污蔑你，我都恨不得撕了她的嘴。可惜
我做不了主，我甚至不能做自己的主。青青，虽然不知道你知道了多少，但是这几天你都不能离开这个屋子。当初我就很奇怪，我消失3天，却没人找得到我。要不是采花贼的出现给人留了线索，我恐怕一直不会被找到。江家的柴房修得格外隐蔽，一点都不像是普通柴房。接下来的3天都是姜玉恒来给我送的饭，我再没有见过其他人。直到某天林茵茵找来了，她打开门，通红着眼看着我，眼中的恨意怎么也藏不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还是喜欢你。明明我什么都愿意为了他做，从小就是这样，别人都不会多看我一眼，眼里只会看到你。爹是，管家是，奶娘也是。可凭什么？我也是林府的小姐，就因为那个贱人吗？凭什么？这又不怪我。林茵茵脸色越来越疯狂，眼中的血丝让整个人看起来恐怖极了。只是听到她口中的话，我不免回想起当年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姐姐的小人。林茵茵算是我姨母的孩子，当初她趁着我娘回娘家，给我爹下了药，成功怀上了林茵茵。她本想将孩子生下来，让爹给她一个名分，可谁料她大出血死了。孩子是无辜的，两家为了不闹丑闻，只能将孩子抱回来，对外说是丫鬟生的。后来不知是谁在林茵茵面前说漏了嘴，她再也没亲近过我。林茵茵死死盯着我，手中的匕首一步步朝我靠近。我双手背在身后，只差一点点，我就能松开了。自从上次被绑后，我还不特意学了一下，没想到真派上用场。在林茵茵朝我刺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反手抓住了她的手，她痛得将匕首扔掉，与我搭在一起。到底是被绑久了，我逐渐落了下风。好在我系起了头上的金簪，趁着林茵茵反应不及，一下刺入了她的脖颈。眼看着林茵茵的鲜血喷溅在我的脸上，她捂着脖子不断往后退，最后倒在地上。我有些慌了，胃里一阵阵犯呕。金簪是顾叶晨特意吩咐的，尖端锋利，用给我防身。他说我身上艳丽些好看。我有些意外地看着他，他太了解我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。我跌跌撞撞跑出去没多久，就被人发现了。慌不择路地乱跑时，猛地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青儿，那人失而复得地将我搂在怀里，声音都带着破碎感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还来不及寒暄，顾叶晨拉着我便往一个方向跑。我看着他健步如飞的模样，也不知到底过去了多久，顾叶晨的腿都好了。他的脸色很是憔悴，看样子找了我许久。他刚刚流泪了，我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顾叶晨护着我上了马。刚走没几步，身后突然传来闷哼一声。顾叶晨戴着的面巾下缓缓流下鲜血，流入我的脖颈上。他的头整个搭上来，我心里慌得不行。殿下，殿下！顾叶晨，你醒醒啊！马儿越跑越快，我拼命忍着泪水，却还是藏不住的恐慌。青儿，别怕。好在顾叶晨是时候醒了过来，他一把将马儿停住，这才彻底昏死过去。正在我不知所措时，他的贴身侍卫赶来了。太子妃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让您受惊了。我连忙摆手，让他去看顾叶晨。我摸到他身后的血，流了好多好多。他是替我挡的箭。等回到太子府，我才知道顾叶晨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他本来可以不用冒险来救我的，但是听到玉萍说我怕黑，二话不说就骑上马去找我了。太医说他的腿差一点又废了。我知道后愧疚的不行，皇后娘娘来了，却告诉我若不是我，他的腿早废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顾叶晨就是我当初遇到的那个男孩。顾叶晨的腿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坏的，他时而可以正常行走，时而需要坐轮椅。小小的年纪正是好动的时候，所以他不顾反对，偷偷溜了出去。就是那个寺庙，我遇到了摔倒在地的顾叶晨。我费尽心思将他背回了住的地方，他问我可不可以和他做朋友。我陪他玩了半天，想起甩开我的姜玉恒时，已经过去许久，所以听到林茵茵说她知道姜玉恒在哪儿时，一时没长脑子。后来我被推下了大坑，正好被顾叶晨看到。
他本来想救我，但是刚走到坑旁边，腿没了力气，也跟着滚了下来。顾叶晨穿得少，我怕他冻死，最后好不容易才让人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去。顾叶晨说会回来找我，但是那天我等了许久，等来的是林茵茵和姜玉恒。他当时腿完全没有知觉了。皇后娘娘说起时还会抹眼泪。太医说，要是再晚点，他就要坐一辈子轮椅了。他昏过去的时候，口里一直喊着什么坑、青青，下人们没听懂。顾叶晨是生下来食中的毒，毒素集中在腿部，时不时发病。听完后，我也有些庆幸，只是想到如今还昏睡不醒的顾叶晨，脑海里他温柔的眼神怎么也忘不掉。顾叶晨昏迷后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不知道是谁拿出了证据，以卖国之罪将姜家下了狱。圣上派人抓了好几天，才将逃走的姜玉恒和他爹抓到。据说还是林茵茵提供的消息。被我刺了一簪子后，他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姜玉恒虽然留了他在府中，但是府里的人都是欺软怕硬、见高踩低的。不止背后说她是个庶女，配不上姜玉恒，还克扣他的吃穿用度。他气疯了，想要和人理论，却被姜玉恒要求安分。后来姜玉恒逃跑的时候，也将人推了出去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林茵茵还留了一手。等到所有人都下狱后，我才明白事情始末。姜家和敌国一直有书信往来，为了策反我爹，所以决定让姜玉恒接近我。姜玉恒当时还不知道是真的喜欢上了我。可是后来敌国送信的人突然死了，姜家怕事情暴露，一直在找，最后查到了林茵茵身上。姜玉恒不得已开始和林茵茵接触多了起来，也是那时候他知道了姜家的秘密，开始和我疏远起来。只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敌国的人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被人藏在了画卷里。好巧不巧，那个画卷就是我的。姜玉恒没有法子的时候，是林茵茵将我的画偷了出去。他们本以为能够逃过一劫，却不曾想姜家早就暴露了。都是皇上的手笔，这也是当初没有大肆惩罚偷画一事的原因。顾叶晨醒来后，姜家已经定罪了。他好后，愣是说要和我去见一趟姜玉恒。我起初还以为他是有急事，却不想原来是因为姜玉恒说过的那些话。见到姜玉恒的时候，我差点认不出来人，实在是太过狼狈。我能喜欢上姜玉恒，除了他与我青梅竹马，小时候会毅然决然站出来保护我，也有他生得好看的缘故。阿娘说我小时候一见姜玉恒就害羞，可如今他满身血污，头发凌乱，两条腿软趴趴地垂在老虎凳旁边，像是被人敲碎了骨头。看到陪在我身边的顾叶晨，姜玉恒明显激动起来。青青，青青，你别不要我，你不要跟他在一起。他哭了，声音都带着哭腔。顾叶晨却捂住我的眼睛，说别看，他好丑。我轻轻嗯了一声。姜玉恒明显被刺激到了，开始破口大骂。我跟顾叶晨说了一声，转头去了关押林茵茵的地方。我去的时候，林茵茵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，听到我的声音才抬起头看向我，只一眼我就知道她从来没有变过，还是恨我。你知道吗？姨母是为了怀上你才死的。看着林茵茵满脸的不信，我缓缓开口，当初稳婆骗你的，姨母为了一举怀孕用了猛药，她以为怀上了就能进入林府，但是谁想我爹先给了她一碗堕胎药，她舍不得你，所以选择把你生下来，是因为我娘去请了太医，才没有一尸两命。我的话林茵茵是不信的，但听着听着她哭了。我刚走不远，便听到了林茵茵凄厉的哭嚎。顾叶晨正站在外面等我，他牵着我的手扶着我上马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开始说起了我的话。他说我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学堂，我拿着画笔问他我可不可以画他。为了让他答应，我还答应将画送给他。只是从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没给别人画过画，因为刚把画给他，姜玉恒就生气了。老师说你的画很有灵性，我也觉得一眼就喜欢上了。他说这话时，双眼正好看向我，眼中的真挚让我有些受不住，脸上发烫。再次听到姜玉恒的消息，是他咬舌自尽了。在狱里应该是看管很严的，
但是姜玉衡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在喂饭时下了狠手，人没有救回来。而林茵茵，自从我那天去了一趟后，有人说她疯了，直到行刑的时候，她还在傻笑。不过我已经没有心思想他们了。太医来给顾叶晨送药时，我闻到饭恶心，一诊脉，竟然是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皇后、皇上和我都高兴的不行，只有顾叶晨担心的不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去了解过，妇人生产往往是鬼门关里走一遭，九死一生。知道后，他泪眼汪汪的到我面前，问我不要孩子好不好。我连忙捂住他的嘴，将人好生安慰了一番。3月孕吐，我是知道的，因为顾叶晨比我先吐了。好像所有的不适全都呈现在了他身上，整整9个月，他憔悴了好多。直到我生下孩子，他着急忙慌的进门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我，一个大男人，当朝太子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把周围的人都看笑了。稳婆偷偷对我说，殿下爱极了我，他从未见过哪家夫君第一眼是看夫人的。我笑了下，顾叶晨真的很爱我，从前到以后一如既往，我们爱了一辈子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